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时期，在泰安山有个名阳县，县中有个书生名叫李才，此人仪表堂堂，为人刚正不阿。一天夜里，李才正在家中读书，忽然感觉背后发凉，他看看窗外并没有起风的样子。李才于是拿起蜡烛巡视一下屋内，李才四下巡视见无异样，便转身想回到书桌，谁知一转身便见到两位长得品貌端正，如同天仙的女子站在那里冲他笑。李才也不惊慌，向二位女子说道：两位姑娘深夜来此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其中一位约有17、18岁的姑娘说道：公子难道不怕我们吗？李才把胸一抬，大踏步地向他们这边走来，说道：为什么要怕你们？我李才行得端坐得正，难道还要怕二位女子不成？另一位约有15、16的姑娘调皮道：我们要是鬼呢？你也不怕吗？说完冲李才吐了吐舌头，甚是可爱。李才将蜡烛放到书桌上，坦然地坐了下来，道：即使二位真的是鬼，我也没什么可怕的，我没有害过别人，当然就不怕二位来害我喽。两位女鬼很是惊奇，她们飘荡许久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男人，于是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们互相交头接耳，随后那个大姑娘便说道：公子打扰了，我们今晚没有地方可去，不知公子可否将我们留在此处，不然我们可能又要飘荡在荒野之中了。李才拖了拖下巴，随后便说道：在我这里留宿本来只是小事一桩，可是两位虽然是鬼，但是男女有别，我看还是有个名分比较好，不如我认两位做妹妹，以后你们叫我哥哥吧。两姐妹没想到李才想得如此周到，虽然她们已经是鬼了，但是依然还在为她们着想。两姐妹非常感动，其中大姑娘介绍道：我叫程心，妹妹叫程然，哥哥在上，妹妹有礼了。随后姐妹俩便向李才行礼，李才忙扶起姐妹说道：妹妹们不要客气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，不过以后还要劳烦二位妹妹喽。以前我一个人随便惯了，但是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了，还请你们帮我洗衣做饭，好不好？两姐妹捂嘴一笑，随后俏皮地说道：这有何难，本是我们该做的，哥哥尽管放心便是。就这样，两姐妹为李才做饭洗衣服，相处十分融洽。没过多久，李才与两姐妹闲聊，说起两姐妹的死因，两姐妹都低下了头。李才见两姐妹如此低落，忙安慰道：妹妹们如果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说也罢，切莫因此影响了心情。大姐程心抬起头，眼含泪水道：说说倒是无妨，只是想起了伤心事。哥哥且听我说，程心和程然的家在本地一个叫小杨村的村庄，他们有个父亲名叫程汉，是个长工，经常在远房一个叫程千山的家里干活。这个程千山是本村的大财主，可谓是万贯家产，地有千顷，瓦舍100间。但是程千山依仗自己的家业，经常欺男霸女，搜刮民财，荞麦皮里也要挤出油来。方圆几里的百姓对程千山的所作所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邻近的百姓都吃尽他的苦头，背后不叫他程千山，送他绰号叫程天霸。虽然程千山做事也蛮粗鲁，但是毕竟同属程家，这个程千山还要管程汉叫生叔呢，因此程汉便常年在他家里做长工，没有受到程千山的欺辱。这年程汉已年近花甲，自己早年丧妻，没有儿子，一个人拉扯姐妹俩慢慢长大。不知不觉，程心已经年方18，程然已年方16。姐妹二人心灵手巧，十分贤惠，很会操持家务，不管是什么新活，她们一学就会。女工针线十分精巧，纺线织布样样皆通，
而且长得品貌端正，如同天仙，也因为如此遭到了贼人的惦记。一日，一个程千山的手下无意间看到了程家姐妹，深深被她们貌美如花的外表所吸引，于是便去打听姐妹的来历。知道他们父亲是程汉后，便心生讨好程千山的主意，于是便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程千山。程千山一听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于是就与手下商讨如何得到姐妹的办法。这一天，他叫来程汉，满脸带着奸笑说道：叔，我看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就别干活了，给我当个管家吧，你也该享清福了。程汉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心想，我这侄子虽然品性不端，但是对族内亲人还是有感情的，到底是一个性走得近，想得周到，看来以后我可以放心在这养老了。程汉正在憧憬以后的美好生活，程千山接着说道：叔，我想过了，我那2个妹妹也不能独自在家受苦，要不让她们一起来我这里享福得了。程千山那笑眯眯的眼睛让程汉看得很不自在。程汉疑惑道：难得侄子有心，有我在就行了，待他们到了出阁之时，寻个好人家，我就放心了。程千山赶紧接过话，呲着牙笑道：对对对，我正有此意。您看我的老婆年事已高，干啥啥不行，不如将姐妹俩嫁给我，以后一起来享福。程汉一听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差点坐在地上，不敢相信地说道：你说什么？程千山假意扶着程汉，将他引到椅子坐下，继续说道：叔，我想好了，以后家里的事由你闺女说了算，你在家里给我当管家，又是我老丈人，这样岂不是亲上加亲？给我管家我放心，找别人我还不放心呢。程汉没等程千山说完，气得当时就昏了过去。其他几个长工见如此情景，一阵忙乱，赶紧将程汉躺好，你一下我一下帮他顺气，总算把程汉弄到清醒。程汉缓过气来，看着程千山，随后指着他道：你这畜生，连你的妹妹都不放过，我真是瞎了眼。程千山见程汉这样说自己，白脸马上变成了红脸，冲着程汉凶道：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不管你还是你的闺女愿意不愿意，给我听好了，叫他俩做好准备给我当媳妇，今天晚上我就用花轿抬去。程千山说完，便招呼手下将程汉轰出门外。程汉失魂落魄地向家中走去，想着自己的2个女儿就要羊入虎口，心里又气又恨，怪自己没能耐，保护不了姐妹俩。程汉就这样回到家里，一见到2个女儿，便两眼泪汪汪的泣不成声。他2个女儿再三问道：爹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你哭什么？可是无论他们怎么问，程汉就是不开口。最后程汉见实在瞒不住，只得把事情告诉了2个女儿。程心和程然一听，宛如晴天霹雳，但是又看到年迈的父亲这样伤心，于是强忍住心中的慌乱，安慰程汉。程心说道：爹，您别难过，程千山再阔，俺姐妹俩也不嫁给他，咱不能落这个骂名。俺姐妹俩出家到北山顶闲云庵当尼姑去，天下再恶的恶霸也没有抢尼姑的。程汉听程心这么一说，犹如获得了救命的稻草，叹了口气道：眼下也别无他法，你说的对，眼下没有比当尼姑再好的办法了。北山闲云庵有个老尼姑，姓王，因为没有出家的，正愁收不到徒弟呢。程汉抬起头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随后又说道：我之前去过那里，看到他那里香火很旺，他也早就跟我说过，要是有愿意出家的好姑娘，就介绍上他那里去。他这样信得过我，我就把你们俩送过去吧，他还能不收吗？爷三商量好后，程汉当晚便马不停蹄领着2个女儿上北山去了。来到闲云庵，此时大门已关上，程汉焦急万分，赶紧蹦蹦砸门，可是里面没有动静。程汉想了想，这王师傅一个人，深夜有人敲门，他不知是谁，
所以不敢开门吧。于是程汉便喊道：王师傅开门，我是程汉啊，不是什么歹人，你不要害怕。程心和程冉也在门外喊。老尼姑一听声音，知道真不是坏人，这才来开大门，问道：程善主，黑天半夜你来有何事？程汉一见老尼姑就说：王师傅，先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我给你送来2个徒弟。接着程汉就把为什么来的事前后后的说了一遍。老尼姑很高兴，转念一想，又说：要是程千山真的上这儿来抢人怎么办？程汉说道：王师傅放心，恶霸在霸道没有抢尼姑的，你赶快把姐妹俩打扮一下，剪了发，换上衣裳，就是程千山真的来了，一看姐妹出家了，就不会再抢了。老尼姑赶紧把这姐妹俩打扮起来。然而消息传得很快，程千山听说程汉领着2姐妹到闲云庵去了，就抬着花轿撵来了。程千山的手下砸开了庵院大门，程千山一看这姐妹俩都是尼姑打扮，也不容分说，连推带架，把姐妹俩拥到轿里就要走。程汉和王尼姑怎么劝也无用。程心这时在轿里说道：我姐妹俩愿意跟你成亲，不过你得给我们一些时间吧，就穿着这样的衣服成亲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我俩到里面换了衣裳再走，穿这一身衣裳到家拜堂，别人见了不有失你的体面吗？程千山一听，觉得程心说的有道理，于是爽快地答应道：行，快去换衣裳吧，反正你们俩也插翅难逃。于是姐妹俩下了轿，来到庵院后门，后门外有个大山洞，悬崖峭壁，姐妹俩就一起跳下去摔死了。程心将故事讲完，眼含泪水道：随后由于我们身穿僧服且年纪轻轻死于非命，阎王为我们感到惋惜，便让我们在阳间继续待上些日子，还了心愿。于是我们姐妹俩就四处漂泊，寻找机会报仇雪恨。李才听完姐妹俩的遭遇，一手拍到桌上道：太过分了，真是无法无天。你们放心，明天我就去县衙告状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民女，我就不信官府管不了他。于是第2日，李才便写好了状纸，去县衙击鼓鸣冤。县老爷开堂会审，问清事由，便传讯程千山。这个程千山也是有个由头，听说有人在县衙告了自己，忙准备好银两疏通关系，成功贿赂了县老爷。只见程千山来到堂下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县老爷向程千山问道：有人告你抢民女，可有此事？程千山假装冤枉道：大人明鉴，小人与那姐妹是亲戚，怎会干出此等恶事？而这个男子与他们非亲非故，凭空捏造事端，毁我清白，还望大人明鉴。县老爷点点头，又对李才说道：现在他告你污人清白，你说说你从哪得到消息？程千山抢民女。李才被这么一问，略显尴尬。程千山在一旁不屑地瞧着李才，心想：程汉已经被我控制住，2姐妹已经死去，我看你怎么编。李才犹豫不决，最后还是说道：我见到了2位姐妹的鬼魂，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。程千山一听，哈哈大笑道：大人你听到了，他在戏弄公堂，戏弄大人您啊，这天下哪来的鬼神之说，真是一派胡言。县老爷眯起双眼，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道：好你个李才，竟然藐视公堂，来人啊，给我打30大板。李才大声喊冤，但还是被衙役架去。不一会就听到李才啊啊的叫声。李才又气又恨，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家中。姐妹俩看到李才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便知道了结果。他们上前安慰道：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们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说着说着，眼泪便流了下来。李才一路回来，并没有因此感到失败，他只是恨县老爷不去细查此案，如果去打听乡里乡亲，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可是他连查都不查，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！
经过两姐妹的安慰，理财灵机一动道：两位妹妹不要伤心，既然这个县衙如此糊涂，不如我们去告御状吧。我听说有个钦差要路过此地，不如你们俩趁着夜间去告状，也许能够将恶人绳之以法。两姐妹四目一对，于是点点头道：好，就听哥哥的，我们这就去拦住那钦差。说完，姐妹俩便不见了。钦差坐在轿中正在休息，忽然听到外面有女子的喊冤声，忙叫轿夫将队伍停下。姐妹跪在轿前，将事情始末一一道来。随后钦差来到此县，亲自审理此案，最后将程千山斩首示众，县老爷也被革职查办，此事就此了结。姐妹俩心愿已了，与理财辞别的日子不短了。理财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已深深喜欢了这对姐妹，于是便来到城隍庙中，诚心祈福道：城隍爷啊，程家姐妹如此善良，却英年早逝，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，恶人却能够长寿？如果他们能够继续活着该多好。理财正在与城隍雕像诉苦的时候，一个道士站在门外看向理财，他摸了摸胡须，点点头，貌似心中盘算着什么。不一会，理财从庙中走出，这个道士便上前搭话道：公子，我看你鬼气缠身，以后还是不要和鬼怪打交道为好。理财看看这个怪怪的道士，笑道：道长此话有待商榷，鬼有好鬼恶鬼，有的鬼要比人还好，可惜啊。理财欲言又止，便想离开，那道士忙拦住道：没想到公子如此善良，我这里有道生死符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办，便能让鬼魂复活，不知你想不想要？理财停住脚步，忙来到道长身边道：此话当真？那道士道：当然，只要将此符交给那姐妹二鬼其中一个，然后等有女性出殡时向那棺材跑去，便可复活了。理财接过道符，歪着脑袋思索，抬头想要再讨要一个复活符时，那道士早已不见了。理财有些失落，但是能够救出一个也算是意外之喜。他喜出望外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姐妹。程心和程然听到后满是欢喜，但是究竟让谁复活好呢？两人都想让对方复活，为此开始推让。最后姐妹直接将符咒分为两半，可是一张符只能救一个，半张也只能当做一张去用。程心为了打消程然退让的念想，偷偷将手中的符咒烧掉了，随后暗暗道：妹妹，你还年轻，以后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你就替姐姐活下去吧。随后便转头哭泣起来。程然偷看到姐姐将符咒烧毁，被姐姐无私的爱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后来他偷偷将自己那半张符咒藏入姐姐发髻之中，姐妹俩假装自己手中都有符咒，约定好同时向那出葬队伍跑去，谁能复活就看命了。那棺材中的女人最后变成了姐姐的模样坐了起来。程心抬起双手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理财来到身边抱住了她，两人相拥而泣。然而程然在一旁眼含泪水地看着他们。程心突然想到自己的符咒已经烧掉，怎么复活的是自己？于是环顾四周喊道：妹妹，妹妹，你快出来，我知道你在。理财这时也想起了程然，于是连忙向四周喊道：然妹你在哪？你出来啊！随后程然便出现在二人身前。程心抱着程然哭泣道：你真傻，姐姐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你为什么要把机会让给我？以后你让姐姐怎么活啊？妹妹程然哭着道：姐姐，我不想这样伤心地看着你离去，我宁愿死也不想。理财看到姐妹俩不依不舍，一跺脚道：妹妹们尽管放心，我这就去再求一道符，让然妹复活，你们等我回来。随后理财便马不停蹄地找那道士去了。那道士才找了很久，终于在一棵树上发现了他，于是跪在地上求道：道长发善心吧，现在我那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复活了，
但是另一个却要回地府投胎，我真是于心不忍啊。那道士蹭的一下跳了下来道，对不起，我还真帮不了你，复活符只有一张，不然我早就全给你了，何必如此麻烦。李才一听，原本跪着的双膝一下就瘫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道士在背着手来回踱步道，不过办法倒有一个，但是看你选择与否了。李才两眼放光，忙求道，道长尽管说，我定会相助。道士于是说道，这个办法可以让另一个女鬼复活，不过需要牺牲你的性命来转阳给她才可以。令道长意外的是，李才根本没有犹豫，直接就答应了下来道，这有何难，用我的命换然妹，我愿意，道长尽管去办，我无怨无悔。道长嘿了一声，随后佩服道，想不到公子竟然如此舍生取义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好，你且随我来，我告诉你如何复活之法。李才随着道长来到一处道观，道长让李才脱光衣服，然后用朱砂在李才身上写满了符咒，随后长舒一口气道，好了，你穿上衣服，拿着我这2个锦囊，一个交给那个女鬼，一个你自己留下，等到有女性出殡，你们俩同时向那棺材撞去，那女鬼便能活了，而你会死去。李才千恩万谢道，感谢道长，我李才如有来世定要涌泉相报，再见。随后便揣着锦囊向家中跑去。家中的姐妹俩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李才，看到李才高兴地归来后，料想他已经找到了办法，便放下心来。李才向程然说道，然妹你看，这是我向道长讨要的锦囊，方法还是和程心一样，到时跑向棺材便可复活了。程然犹如获得灵石的孩子，高兴地蹦了起来。程心看到程然也能复活，顿感欣慰，他叫来程然一起给李才跪下道，哥哥真是犹如亲人，为我们姐妹赴汤蹈火，如此大恩我们姐妹俩也无以为报，等然妹复活，我们愿为哥哥做牛做马。李才眼中划过一丝忧伤，随即消失，他扶起姐妹俩道，如果能够真的和你们一起生活该多好，我今生无悔。姐妹俩没有听出其中的含义，还继续说道，等然妹复活，我们不就真的在一起生活了吗？转眼又有一家送葬的队伍，诚然已经准备好向棺材冲去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而李才跟在诚然身后。送葬队伍突然看到李才冲向了他们，忙停下，只见李才一头撞向棺材，不省人事。李才睁开了双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家中床上，心中暗想，难道自己已经死了吗？这个时候诚然招呼程心道，姐姐快来，李公子醒了。随后程心便跑了过来道，你醒了。李才高兴地说道，然妹你活过来了，太好了。诚然笑道，当然了，不过哥哥你当时为何也冲向棺材呢？把大家都吓跑了。诚然刚说完，只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，李公子宅心仁厚，舍生忘死，为了救你宁愿牺牲自己，这才有了那时之举动。三人忙下门外看去，只见那个道士缓缓走进屋内。李才起身向道士拜道，道长有礼了。道士看了看李才，便说道，公子莫要伤心，看看你的脚下是什么。李才忙低头，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道士笑道，其实那锦囊便是复活符，让你撞向棺材只是考验你，以后你们三人好好活下去吧。李才将姐妹二人拥入怀中。第二天，李才将程汉接了过来，在他的主持下娶了姐妹二人，从此一家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